为什么米香叫做米香？我也是很想知道，所以人巴里面有什么东西？不可以讲啊。以前 grandma 没有用 blender 的，很多用那个 batu giling。哦，这样好像一个石板这样啦，然后在上面揉啦。呀呀。这个招牌现在是纪念他了，什么意思？所以他 Robert 已经不在了。现在放那个糖，没有这样多吗？啊，这个叫做没有这么多糖啊。我妈妈的椰浆是用手挤的嘞，挤到她的手都歪地啊。那我们现在万事俱备了哈，OK， 现在我们可以把它煮在一起，然后就还原我们的古早味米香。是的。Chef 现在在线上教课，可是经过我的明察暗访，我已经把他的底细挖出来了。根据我的调查，Chef Lo 出生于厨师世家，他的母亲是泰国华人，他的先祖们曾经是泰国皇室的御厨，他的外祖父和母亲都经营餐厅，所以他从小就在厨房里面帮忙。Chef 从马来西亚槟城移居到新加坡之后，也开了一家泰国餐厅。喜欢研究美食的他，现在是一位私厨，也是烹饪教室的导师，所以我觉得找他来还原古早味的米香准没错。Hello Chef Lo， 你好。Hello，周婷姐，你好。你好，你好，下课啦。好，刚刚下课。哦，所以你刚才在教你的学生煮什么？刚刚我们在煮米格梯。没有听过。米格蒂是一道泰国的传统美食，它呢直接翻译的话就是米是面的意思，格梯是椰浆。这看起来哦，卖相好像有点把呆，它有这些配料啊，酸干啊，对，看下去就像把泰啊，是，还有这干的辣椒啊、糖啊。在泰国来讲，这是比较古老的一道菜。我问我妈妈，我妈泰国人嘛，她就说她也是只是小的时候才吃到，在泰国是有卖的，就不容易找到。OK， 很好，我就来尝一尝哈。这好怎么吃呢？喜欢酸的话就按点酸干。好啊，哇，所以这个米粉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颜色呢？这个米粉是我们做仁巴要煮这个咖喱的时候，然后我们拿一点那个仁巴出来，加椰浆，然后放红色的腐乳和米粉去炒，它叫椰浆面。它的那个椰浆会是在米粉里面有，它在那个汤汁里面也是有椰浆。所以这个汤汁里面有哪一些材料呢？里面我是有放猪肉碎，然后有新鲜的虾，然后有豆干。所以我现在是要拌着一起吃的话，可能那个感觉又不一样，对吧？像，因为加了酸干啊，确实是有点像米香的感觉。对，那个汤汁其实那个阿桑的味道啦。你会不会觉得说本地啊，如果你在这里吃米香的话，华人有华人的米香，马来人有马来人的米香，印度人又有印度人的米香。对所以其实我也很想要去了解这些不同的种族哦，他们的米香到底分别在哪里？对啊，我也是很想知道，要不然我们去找一些老字号来问一下他们，好不好？我现在就带你去找一位华人老板，他以前呢是跟马来人学过做米香的，可是后来呢他就自己改做印度的米香。我相信他可以告诉我们这两者之间到底有什么分别。好啊，叶老板、老板娘，你们好，这位是 Chef Lo。我是听说啊，你们卖米香已经卖了超过30年了，对吗？是啊，我们卖米香到现在41年，从1981年到现在，是跟朋友学的，跟罗文米学的。Robert 哈，这个 Robert。就是 Robert。哦，这个招牌现在是纪念他了，什么意思？所以他 Robert。已经不在了。哦，OK。那么在79年呢，我才跟他合作。那么到81年，我才回到王波自己创业。所以听说你们之前
跟 Robert 在一起的时候哈，合伙的时候卖的是马来米香，对吗？啊，对。然后后来现在卖的是印度米香哦。是啊，因为当初啊，他教我的时候是马来米香，那么我卖的时候啊，是感觉它很浓稠，吃起来啊没有办法吃多，所以我才把它改为印度米香。因为我小的时候时常看印度人怎样做，所以我对印度米香的做法比较熟悉。哦，所以你住的甘崩附近是有很多印度人的啊？是啊，我以前是住靠近嘎布，在甘崩那边有很多印度人，那么还有印度小贩，所以我很熟悉印度米香的做法。哦，那请问到底啊，马来米香跟印度米香是有哪一些不同呢？马来米香它有放椰浆，在汤米粉的时候啊，它是淋下去又再倒回去，来回3次这样嘛。所以它的米粉啊，多多少少都会掉在汤里面。其实就是滚一下，它就那个米粉烂掉在那个汤里面，是吧？对对对，印度也是一样啊。印度也是一样的，这样的烫米粉做法是一样，只是印度它是没有椰浆，就没有这么浓稠，它的花生比较多，所以吃起来比较香，那么糖分比较多。哦，所以印度的就是比较香啊，比较甜是吧？比较甜一点。老板，我考一考你，为什么米香叫做米香？我也不知道。米鲜 （Mee-siam） 这个名称由来众说纷纭。据说20世纪初期，米粉大多来自于泰国，泰国就称暹罗 （Siam）。这道美食因此被称为 Mee-siam， 以表示从暹罗来的米粉。另一个说法是，Mee-siam汤汁酸、辣、甜的味道让人联想到泰国料理的风味，因此这道美食被命名为 Mee-siam。此外，也有说法是 Mee-siam 源自于马来西亚槟城，而当地的一些美食可能受到泰国料理的影响。哇，它的汤比较白哦，对然后就是很简单，水煮蛋、韭菜。哎，没有豆腐的呢？以前有，现在没有，因为不新鲜，所以我就暂时没有放。豆芽呢？豆芽一路来没有了。哦，那个汤好像在喝那个花生糊这样。所以你的汤是里面有些什么材料的？里面有豆浆哦，花生哦，阿三哦，还有白糖哦，辣椒酱是调味而已。没有用一个润巴还是什么来煮这个汤的吗？没有。哦，米粉有没有用辣椒炒过，还是用什么东西炒过？没有。我的米粉用烧水啊，烫了之后啊，就用辣椒油啊搅拌。那你的那个辣椒油是哪里来的？我是炒辣椒的时候，我的油放多，所以在炒完辣椒之后，我就有过剩的油啊，就拿来拌米粉。现在看不出，因为现在那个汤淋上去之后，它就盖了那个颜色，变成白色了啊，就变成白白的，白白的。所以以前的印度米香的米粉也是同样的做法吗？以前我是看印度人做米香哦，他是先煮好那个滚水，那么就加这个色素，才放米粉下去蒸，蒸了之后啊，就那个颜色就在米粉那边了。哦。老板刚才讲的辣椒就是这个桑巴辣椒。对呀。所以老板，这个桑巴辣椒是怎么煮的呢？用什么材料？用这个辣椒，还有辣椒粉、麻辣尖，还有洋葱。老板娘，那里面的那个花生，你们是自己炒的吗？不是炸的，是连皮去炸吗？是啊，连皮一起炸。为什么你的那个花生是用炸的，不是用炒的？因为我们一直以来都觉得都是炒那个花生，因为我们可以用那个油来炒辣椒。这炸完的那个花生的那个油也是很香，是很香。所以这个米粉哦，以前是哪里买的？是泰国大象牌的。那么以前他一年呢最少有2次、3次这样断货。啊，所以我们就改为新加坡米粉，就没有用回这个泰国米粉。就忘了它了啦哈。把它忘记了。
山东，你好。你好，哇，这是什么？这样子看啊，看不出有哪一点像米香。唯一像米香的就是这个豆腐，这个打爆。这一个是炖牛肉米线，它是以马来人的传统，再以西方的 pasta 融合在一起。那我也了解你们的餐厅其实主要是以马来菜为主体，然后再融合东西方啊，还有各种不同种族的那个烹饪的手法，做出你们最终的这些菜肴，对吗？对，新加坡比较多种族元化嘛，然后我们必须要融合其他的种族，然后让他们了解到马来人有什么不一样的食物。OK， 我先尝一尝，因为我这样子看啊，看不出有哪一点像米香。哦，是有蛋的。对。哇。哦，它的汁是比较酸米酸香的汁。对，因为传统的米香是汤汁嘛，然后我们是用米香的那个材料，就把它变成这种西式化的酱汁，就是你们吃的时候可以把那个汁一起吸进去。但是意大利面有很多种啊，那米香是米粉，对，为什么你们不要选，比如说 angel hair， 为什么会选 linguine 呢？因为linguine它比较属于平板，然后它的面积会比较可能宽一点，然后容易吸那个汁，口感会比较好一点。所以你们的牛肉是属于哪个部分的牛肉？牛肋骨 beef rib， 以马来人的风格，就是把它煮到很烂，然后容易入口有口感，又一丝一丝的感觉。是，而且送进嘴巴里面呢，是香气四溢。那另外一个就是除了那个炖牛肉之外，有马来风味的青辣椒，感觉有点像你吃米萝卜沙。你觉得它那个米线它不够辣的话，你可以再吃那个青辣椒，就增加你的辣度，增加你的那个口感。另外一个惊喜就是你们用这个 rocket leaf， 你把这个 rocket leaf 啊加入你的这个意大利面的米香，我觉得加得非常好，因为它每一口吃进去呢都是很清爽的，再加上 rocket leaf 它带有一点苦涩，对，配搭你的酱汁是很完美的，对，它就变得有那种酸甜苦辣酸甜苦辣的感觉。总之，这整道菜呢，其实对我来说是颠覆了我对吃米香的一个看法。因为之前吃米香都是好像吃不饱的嘛，对我来说。对。可是吃这一道呢，是绝对有饱足感，而且很有满足感的，因为太香了。给 Chef Lo， 其实我一直很好奇，到底是哪一个族群最早售卖米香这道料理？所以我找了一些资料。好，来看一看这个哈。OK，1987年的报道，这边是说呢，在钢绑年代挑担过街贩卖这个米香的小贩，大多数是印度人。那挑的担子里面呢，用的是火炉来保持这个米香的温度，所以吃起来呢就是热乎乎的，味道非常好。然后再来看看这边马来小贩做的米香他们的米粉呢是用香蕉叶包裹的，然后汤汁呢是用那个小瓶子来装。很有趣吧？另外这边还有一个是1970年的报道，上面指出，爪哇米粉俗称米香这个是之前我们都不知道的，对不对？然后接下来这边也有说，在早市或巴沙一带，经常我们可以看到印度人售卖，所以看这几个报道下来呢，感觉好像是印度人先卖米香的。感觉好像。好了，那我们已经大概了解了印度米香跟马来米香的不同，但是我们是不是现在应该去了解一下牛娘米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我认识一个在本地推广娘惹菜的娘惹，她是从她外婆那里学到烹饪娘惹菜的手艺。我觉得我们可以去找她。非常好，开车 ，OK。哇，太香了！很香啊 ！Hello Elizabeth， 你好。我现在炒的是那个仁巴是吗？是。哇，太香了，而且颜色很漂亮。也谢谢你，我用很多辣椒嘞，干的辣椒，soak 那个 hot water under salt，and then 我放 guacarat 那个葱头 and belacan and then 一起 grind 做仁巴，then 我放一边。我的 dried prawns 就 rinse， then 我放了
如果你用那个 blender 太太碎，太碎就没有口感。then 我 fry 那个 dried prawns separate。如果你一起 grind 哦，那个 dried prawn 会吸收那个油。对，所以你看没有这样油了。是。你说你那个虾米是另外炒的，那以前你外婆煮的时候也是另外炒的吗？没有，是一起做的。哦，所以以前外婆煮的仁巴会是比较油。呀，所以你吃那个米香那个汤，你看很多油在上面。对，好吃嘞会有一层油在上面。好吃啊，好吃你可以啦，因为你瘦嘛。不是。以前 grandma 没有用 blender 的，很多用那个 block of 那个 giling batu giling， 是好像pillow 这样，现在看不到了。石板这样啦，然后在上面揉啦。呀。哦，所以多的时候是这样子做。一点就可以了。哦，OK。Elizabeth， 你的仁巴做好了之后是怎么处理呢？我用一半做那个米香 gravy， here 1 quarter， 是炒米粉。This quarter balance, I put more oil, I fry until it's a bit oily for sambal。所以最后的1/4是拿来炒那个三巴。OK， 所以先做那个汤。所以这个是什么汤 ？Prawn stock。所以一直以来你的外婆的米香都是用虾汤做的吗？对。因为在马六甲，我们住靠近那个海，每个早上有很多虾，所以我们用很多虾的。我们现在要准备这个米香的汤汁，放刚才炒过的仁巴，对，一半哈。然后我们放这个豆浆，然后我放asam water， 这个阿萨摩的里面有很多那个籽的嘞， got a lot of seed， 对，粒粒的呀，you soak it， then 拿那个水了。哇，这个酸酸的，很开胃。OK， 做完了，我放这个阿桑皮。果香，因为阿桑皮其实就是水果，就是阿桑果子，然后切片，然后晒干。哦，以前外婆的做法也是一样吗？ Not much changes. This is her recipe. The only thing I change is my method 啦。滚了。滚了，现在放那个糖，健康没有这么多糖，没有这样多吗？啊，这个叫做没有这么多糖啊。你看我的 pot of soup so much。OK， 要的哈，因为它很酸，你要一点糖，不然它太酸了。对，是 OK 好。然后我放这个 peanuts， 他没有放这样多，我放多。哦，阿嬷没有放这样多的，一半这样。然后我放这个椰浆，新鲜的椰浆吗？对。如果跟你的外婆的米香相比之下，你的会比较浓哦。对，外婆的年代就比较 clear 比较轻，没有这样浓，因为你的椰浆放的比较多。所以你的炒米粉除了加那个仁巴之外，你还会加什么其他的材料吗？我放油一点，也放水的那个仁巴。Then I put the bihun. Then later almost done, you put 豆芽。You want the 豆芽 to be crispy. 所以那个米香做好之后，你的那些配料有哪一些呢？放蛋、虾、豆卜 ，then 韭菜 ，a bit of sambal， 放酸干。哇，漂亮！没有看过这么漂亮的米香。谢谢。吃米香我一定会挤一点酸干进去。你的汤汁很浓哎。你这个还不用吃就可以闻到那个香味，很香。为什么你没有给我多一点汤汁？很贵耶。那个仁巴的香气很够，所以今天 Liz 做的这个仁巴，有部分的材料是用那个搅拌机搅出来的。所以呢，以前阿嬷的时代，我们用那个 batu giling 出来的那个仁巴，口感的层次会比较多，就是比较粗一点，会吗？ Yeah, the texture. 当年外婆做的米香，跟在外头小贩中心吃的华人煮的这个米香有什么不同吗？ It's quite different. In the 60s, it's just like very watery, hardly any dried prawns there, and they don't use prawns. So I guess when they cook, they just add water. You don't have the prawn, the umami taste. And they add more sugar. 所以那个时候是什么材料呢？你还记得吗？只有蛋，好像 slice. 一片一片的。那这个豆腐呢 Pour hot water and just cut. And 菇菜, that's all.？Thank you so much. Can I have another bowl? Thank you. Sure. Hello, Chef Kingsley。嗨，欢迎。哇，已经准备好啦。
是的。这个是米香吗？干的米香吗？不是，韩式冷米香。哦，冷面。冷面，对。这样就可以吃了吗？还没，我要倒那个汤汁在里面。OK 是冷的。哇，这个很像米香的汤汁，颜色一模一样。冷的米香。OK， 还有最后一步的。还有啊？对，等一下我还要放那个冰沙上去。不要等了，现在马上立刻。 OK， 冰沙马上。冰沙，对的。哎，你这个冰沙是用这个汤，对，把它给它结冰。哦，对 ，OK， 我这样绝对够冷够冰，所以这个就是你的韩式冷米香啊。对的。你看，哇哦，原来冰冷的米香汤也可以这么美味的。普通的米香就是用清水来煮，但是我用这个鸡汤。哦，难怪这么够味。对对对，然后也是我煮那个虾在里面，所以有那个虾味。虽然它很冷，但是它的汤的那个味道还是很香浓。哇，所以你用那个汤汁把它变成冰沙，凉凉的感觉。对，所以我看到你吃到米香哈，这个豆芽不一般啊。这个黄豆芽。啊哈，所以因为通常在韩国餐都是他们用很多的黄豆芽。吹的是韩风。韩风，对，韩风。好，我开动了啊！哇，用的这个是荞麦面啊。荞麦面。哇，很开胃。很开胃。而且荞麦面的口感很好，对，很滑，而且那个豆芽跟荞麦面加起来很好，因为豆芽是脆脆的，那荞麦面是滑滑的，所以口感非常好。为什么想要用荞麦面取代米粉呢？韩式的冷面就是用这个荞麦面啊，还有这个面呢泡在冰水里面哦，它不会变硬。哦，是的。所以 Kingsley 你是烹饪老师嘛？是的。那你可不可以教教我，你的荞麦面是怎么煮的呢？有什么技巧吗 OK， 水开了就放进里面，差不多煮3到4分钟左右。然后最主要的是，当拿出那个面的时候，你要放进1碗的冰水，然后放在里面散开它不会粘在一起的。哦，对。所以我觉得你这道菜如果在家里招待朋友的话，除了会有惊喜之外，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呈现方式。最重要的是，它很有时尚感。Chef，我们已经了解了马来米香、印度米香，还有娘惹的米香，所以你做决定了没有？你想要还原哪一种米香？我个人是想还原小贩版的娘惹米香，因为小贩版的娘惹米香应该有可能以前和现在的变化会比较大。很好，那我就放心了。我觉得我带你来对了地方。你看前面这一档呢，卖的就是娘惹米香，我相信他可以跟我们分享更多资料。而且你看它档口里面的那些配料，在其他的米香档口都看不到。对哦，对，有变化。对，来，我们找他聊聊。老板娘，请问你们卖米香卖多少年了？从小跟我妈妈在一起，已经做了50年。从小是几岁啊？12岁就跟你的妈妈一起卖米香。所以你们是什么时候搬来这里卖1972年。所以你的妈妈是土生华人吗？潮州。哦，妈妈是潮州人。那妈妈为什么会做米香呢？谁教她的？她在一个娘惹家庭做工，那个留下安迪很好，她就讲要叫我妈妈煮，所以把她的娘惹食谱全部叫我妈妈。哦，所以你的娘惹米香跟你妈妈做的娘惹米香会不一样吗？不一样，因为现在的时代，年轻人吃法又不同，所以要改良。是，你可以拿2碗那个你的米香嘛，给2个年轻人吃吗？好，谢谢。谢谢。哇，很不一样的米香哈，这有水煮蛋、韭菜、豆干，豆干是有炸过的。这是什么？煎蛋啊。这个呢？这个是什么？面粉粒，有点像那种西式的喝汤的时候，你有那个口包，所以不是面包啊。面粉做的，怎样做？不可以讲啊。
所以以前妈妈做的米香应该是没有这样多料吧？没有啦，只是水煮蛋、豆腐、豆芽。对对对，豆芽在哪里？我的没有豆芽，你都没有豆芽的啊？很多年轻人不吃豆芽。对，我也没有吃豆芽。哦，你放豆芽，他叫你跟他挑掉。以前你妈妈放豆芽的时候，那个豆芽是怎么处理的？跟米粉一起炒，对吧？没有，另外用水煮豆芽，豆芽是另外烫熟的啊。另外烫熟，那个豆腐它是怎样处理的？切一条一条。切条状的。啊，哦，老板，你的这个米香的汤汁很过味哈，很香浓，所以我相信你在做这个米香的时候，那个仁巴也是你自己炒的哈。自己才有。所以仁巴里面有什么东西？不可以讲。好，没关系，我们比较有兴趣妈咪的哈，古早味的仁巴是有什么样的材料？有虾米、巴格拉、布拉尖、红葱头，还有蒜头，还有辣椒干。连它的布拉尖要烤的，要烤过才会香。那个仁巴做炒好了之后，接下来你会怎么做？哦，你就放水，什么水？水龙头的水咯。连你就用椰浆啊放下去，连豆浆、仁巴、阿康水，还有糖、花生。所以哦，你的妈咪当年煮的米香跟你现在煮的米香那个味道的差别在哪里呢？它的比较淡一点的，比较椰浆浓了，比较白啊。我妈妈的椰浆是用手挤的嘞，挤到她的手都歪地啊。所以妈咪在做这个米香的时候，她米粉会炒过吗？对，她是用什么炒？辣椒粉跟辣椒油咯，油是我们炒这个龙巴的啦。哦，炒那个仁巴的那一层油拿出来炒。那以前的米粉和现在的米粉有什么差别？以前的米粉啊，很容易脆脆，比较容易断，对不对？以前的米粉，它的米的那个纯度比较高，比较容易断，所以比较容易断。所以以前你还记得啊，就是跟妈妈在甘崩卖米香的时候是怎么卖的？果叶咯，来包的咯。用叶子来包，对，因为它的汤是一点，还只是淋在上面而已嘛，所以它不会流出来啦。不会的。哦，你还记得怎样做那个会啦，如果你有叶子，的碗吗？我就会熬咯，因为我时常在做的。你叶子我没有，啊，纸我有。啊，我是有备而来的你要帮我们有折。牙贴，哦，贝姐，你折一个给我看一看先。很简单的。啊，哪一张啦？就是省省用啦，其他的给我用吗？好，我们一起来学习哈。等一下，老师，等一下。这个叶子哈，啊，这个叶子来的，它中间有一条筋，连你就这样熬，哦，三角形这样啊，然后你这边哦，这样熬一点哦，这样子。你用那个牙签这样弄住咯，这样就可以了啊。我做好了。好了，我也做好了。所以以前是用筷子吃还是用这个那叉？个沙爹的，沙爹的那个串签这样子吃啊？哪里有叉啊？那这样好腻。好，所以啊，你知道怎么做了哈？我们会派人去帮你找叶子，OK？可以吃了吗，chef？好了，我们这种好料呢，要一点时间的。哇，这是我看过啊最漂亮的米香，所以知道取名为就叫它米香三部曲，哇三部曲，对所以第一步就是我们的米香，啊它的米粉，对，那个米粉，然后我们的这个虾，这个煎虾，然后还有我们这个很重要的这个灵魂，就是我们的这个爆浆的米香的汤汁。哦这个汤汁做在一个金杯里面，小金杯，对对，然后你就把它吃进去，就好像一口吃，对。 OK 来了，一口啊，它里面这样好像打蘸酱，对吗？温温的，对，一点点辣哎，不是很酸很香，这么美丽的米香是怎么做到的呢？把那个汤汁煮了，然后我们放在这个模型里面，然后拿去冰冻，给它硬，然后我们就一个一个裹上这个 vegetable jelly， 里面的那个汤汁就会溶嘛，溶的时候你吃下去，所以会有那个爆浆的感觉，就好像小笼包这样。为什么有米粉的？
对啊，就是一口吃嘛。吃的时候就是好像一个完整的米香，里面有米粉啊，有汤汁啊，有那个导爆啊，有韭菜啊，所以全部都一起。对，所以才叫一口吃。对，一个很不一样的呈现方式。是你有心机，对因为你这样的一口吃好像挑逗我的食欲，吃完就没有了。没有，还有啊，我怕你吃不够的话，你看现在我还卷了一个米粉给你，然后你可以配那个汤汁一起吃。看起来好像一个小花园，可是吃进嘴里也是一个小花园这样。对，其实你在外面吃的米香有时会比较稀一点点，我觉得那个味道可能只是酸跟甜而已，没有很多层次，所以这个比较多层次，因为我们很精彩的味道在里面，很多人怕很多 aromatic 在里面。哇，这个虾哦，煎到很香哦。我们煎虾其实就是要用大火去煎它，所以那个香气香味才会出来。这个虾很新鲜，而且很甜。对，早上买的，我吃什么东西我都喜欢我的料很丰富。把它加料，加料，所以我专门放这只虾在里面。可是你怎么会想到这样来呈现你的米香呢？其实大家都知道我是做 catering 的嘛，所以我有迎接很多这种贵宾啊，所以他们来到新加坡，我希望他们可以吃到新加坡的美食。可是穿到美美，不可能放一碗米香在那边，对不对？所以就要做到精致一点，所以一口就可以吃到新加坡的米香，更加吸引他们。对，让他们呢可以卖贵一点。这个是重点。钟琪姐，你是不是为了减轻我的负担，特地去找来这个娘惹式的米香酱料来帮我？哎呦，你想太多了 ，Chef。我知道你很辛苦，我一定会帮你帮到底的。谢谢。但是你应该做的呢，你就要好好的去做，明白吗？反正呢，我还是有帮你的。你看，我帮你找到了一个规模非常大的酱料厂，那他的老板呢，对酱料是非常了解的，我相信他一定可以帮到你。陈老板，你好。好，你好。这位是 Chef 喽。我一进来就注意到你这一台推车哦，既然你有用过这样的一个推车，也就是说以前你是当过小贩的，很会煮的是吗？不是，是我一个安迪很会煮，我跟他学了我才去当小贩。所以你的安迪是什么籍贯的人？是潮州牛牙人。陈老板，你是什么时候才开始自立门户，自己在生产这个辣椒糊的呢？在1973年那个时候，我就买辣椒缸来做这个辣椒糊，后来就政府赶去小型的工业区。所以你是什么时候变成我卖很多不同的酱料呢？搬进工厂的这个顾客的要求，一样一样就做，目前100多样的产品。哇，100多样哎！来。尝尝我的米香，哇，这个很丰富。哎，这是什么哈？新鲜的番茄，特别耶。又给它的汁比较浓，有酸性，所以我放这个番茄。阿信教你的时候，他也是有放？没有，番茄我自己放。老板，你觉得一个古早味的米香哦，有哪一些材料是不可以缺少的，一定要有的？豆酱、阿三，还有辣椒。我们可不可以去顺便参观一下你的工厂？可以，我介绍我的女儿带你进去。格瑞娜，你现在带我们来到这个部门啊，主要是生产什么的呢？主要是生产那个辣椒糊的地方，所以我们会先清洗跟蒸泡那个辣椒干，然后把它们搅均匀了之后，混合其他的那个原料，最后的步骤就是再磨幼一点。我们还是用那个原始的做法，就是用那个石磨来磨那个辣椒干。所以你说这个机器里面有一个石磨啊？对。那到底这个石磨磨出来的辣椒糊啊，跟机器搅拌出来的辣椒糊有什么不同呢？因为石磨磨出来的，它会把那个辣椒素的那个味道保留，可是如果是搅的话，它会没有那么的香，跟没有那么的味道保留。哇，这个部门特别香，这味道很熟悉是吗？所以这个部门是干什么的？这里是我们的烹煮部，这些机器都是在煮我们的酱料的。今天在烹煮的是米香的酱，就是从刚才的那个辣椒糊，对，然后再加上其他的米香用的这些配料。以前我们都是用这个煤气来烹煮，然后要有一个人工一直在那边不停的去搅拌，怕它们粘锅。不过现在自动化了，用那个蒸汽的温度来控制在适当的那个水平啊。所以这个所有的过程做完之后，你们是怎样包装的呢？我们会输送带书去包装部里面包装。
所以我们现在是要来跟你请教一下，怎么样选材料？这就是我们现在用的中国和印度来的辣椒干，这个是有辣度的，这个就是增加那个浓稠度的，是怕因为有些人不会吃辣，所以我们不要辣到那么辣。古早味的米香嘛，它的仁巴是没有2种辣椒的是吗？一种辣椒。也就是说，古早味的辣椒干就是这样的。对，单单用这种辣椒的话，应该会比较辣。所以辣椒干要怎么选呢？通常我们会看它的那个亮度。现在你看到的这些都是比较健康的颜色，除非它颜色是暗到很暗，可能就是它烘的时候烘过头了，那些我们也是会退回给供应商。所以虾米是怎么选呢？比较注重的是它里面的杂物，然后虾米送过来的时候，我们都会经过一个磁铁，把里面的那些铁质的东西剔出来，然后再把它送去一个过滤网，把那些小石头啊、其他的杂物给过滤掉。所以你在家里清理了才拿来？我拿来，你帮我挑，一粒一粒挑。好了 ，Chef Lo，我们今天要还原的是古早味的小贩版本娘惹米香，所以呢就安排了你来到这个地方，非常富有娘惹风味、土生华人的一个住宅，很漂亮。你看，我们连工具都为你准备好了，哇，这个很厉害哦，满意哈？满意。好，我们先开始要做的是仁巴，仁巴的用料很多哈。对，哇，所以你是根据哪位老板的说法？最主要我是根据美英姐的妈妈的做法，然后我会有参考了 Liz 的外婆的做法。OK， 我们先把这个虾米处理一下，清洗就可以了，对吗？因为工厂的老板有说，这个虾米它里面是会有可能有一些沙子，那就麻烦你洗的时候就挑出来。好，没问题。OK， 洗干净了之后，我们再泡一些干净的水，泡大概5分钟左右就好了。如果泡太久的话，它甜味会流失。是有道理。那我们现在再切这个巴拉詹哈，然后在火炉上烤。好，我们去转小火慢慢烤。对，我们把所有的食材切一切，那吉拎起来会比较容易吉拎，不会那么吃力。巴拉詹好了，你看那个巴拉詹，那巴拉詹怎么看它烤好呢？你看它好像蓬起来，其实是烤好了。你看旁边有一点焦焦的，对吧？对对，好香啊，很香，现在好像 cookie 这样哎，巴拉詹的饼干。我们的材料都弄好了，我们接下来的步骤就用我们这个巴杜吉拎了。我很期待，你有没有用过？有用过。先会把辣椒捣碎，吉拎东西，我们的食材一定要放在中间，要不然它就会这样流出来。可是我们的观众看不到，有没有？所以我把它拿过来先拿。哇哇！看到吗？看到吗？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看到吗 ？OK， 所以我们要放在中间。我们先把它加巴。OK， 好。好了好了，小心。好，我们是要放这里嘞。哦，从那边啊？对。呀。OK， 好。OK，好。所以我们现在我示范给你看哈，我们如果是比较干的话，我们就会这样，然后就推。哦。然后你回来再推。哦，就扁去了。对。这个工具哦太厉害了哈，它又可以捣，对，它又可以碾，对，它又可以磨，对，哇！钟琪姐要不要试试？你先抓住啊，抓住，然后这样直接推的，不要卷，推哈，推 ，OK， 然后好，再转回来，转回来，再推，哇，有没有感觉到？然后又可以这样哦。以前的做法的话，就大多数人家都会用手。为什么用手？因为它既有那种凹凸不平的洞啊，你用手你刮得比较干净。我们都不用手啦，因为很辣。哦，对。所以我就有准备了这个木的汤匙。所以还是要刮一刮。对，要刮一刮。好，现在我们放那个 black rice。OK， 好，就这样。这是叫做巴都吉拎。巴都是什么意思？石头。哦，吉拎是磨，就是这个动作啦。这个动作，对。好，你看差不多了哈，我们就可以放红葱头。红葱头放下来，它水分会比较多。好，我们把那个巴拉詹全部倒干。哇，你这巴拉詹，哇，味道好，哇，太好了。好，快好了。这个仁巴很珍贵耶，现在要慢慢的把它刮干净。是，一滴不留。OK， 所以现在就来炒仁巴了。对。好，然后我们先放油，这样多油啊？对，等一下你会看到仁巴会把那油吸掉。对，记得 Liz 有讲说我们炒仁巴时间需要长一点，然后火要小一点。对，
所以你在炒那个伦巴的时候，可以处理这个花生。这个花生其实就是我炒过了，然后剥了皮。我们不用这个巴杜吉林，巴杜吉林哈，它磨的话，它会磨得太幼。然后这个花生炒完了之后，看我们的伦巴也好了。哇，对，它油已经出来了，颜色太漂亮了。对，而且它比较深了。我们把那个伦巴拿出来。然后我们会剩一小部分做三包。好，我们现在再加多一点油，好，去炒三包。我们还要把那个豆酱磨。OK， 好。我这个已经好了，这个豆酱。好，我这个三包炒好了，我先把它拿出来。给我们等一下下，你会看到那个油会浮在上面，我们就会用那个油来炒米粉。下一步我们要把这个三包的油慢慢拿起来，把它放在这个锅里面。哇，这个油是精华啊！我现在去拿那个米粉过来。好的。哦，所以你用的是什么米粉？就老板们都说，以前他们买的那个有大象的牌子的米粉，泰国米粉。对，我们就找到了。厉害 ，OK。大致上米粉都是泡个半个小时左右。哇，这个米粉很沉啊。它其实会比较粗一点点。老板娘有说过古早味的米香哦，它的米粉是用辣椒粉炒的，对吗？放辣椒粉的原因就是要给这个米粉有那个红色，有那个上那个颜色。对，记得老板们都说，以前古早味的米香都是碎碎的、断断的，所以现在我们就一直去捞它。好，漂亮，好了。哦，完美。我很喜欢它颜色。好，放一边。好，好了，chef，现在我们要准备那个米香的汤汁。对。现在呢，我们要来炸椰浆。Yes。好，好像淋衣服这样淋了。对。哦，需要掺一点水进去吗？我们在炸之前会有放大概1-2汤匙的水，够用了。你看，哇！接下来就要煮那个汤汁，开火。把这个阿三水倒出来，就那摊主说的嘛，就古早味的话比较多椰浆。好，先把这个仁巴放下来，阿三水我们倒一半，然后椰浆。哦，好，现在我们放豆酱，再来就是花生，花生放完。好，现在我们大概煮个5分钟左右。好，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准备那个上面的配料。OK， 把这个豆芽菜的黑帽子扒下来。黑帽子对，然后还有那个根。OK。哇，滚了滚了，你汤汁这样浓的咩？好，我们还要加水和加糖。哦，是。对，好，我们加糖。感觉好像在做甜品这样。不会。好，汤汁好了。对，因为老板说呢，以前古早味的这个米香的汤汁应该是颜色比较浅的。对 ，OK， 我的豆芽也好啦。我们现在准备那个上面的配料。OK， 我不知道。摊主说，以前他妈妈的豆芽是用烫的，那现在有些摊是用炒的。哦 ，OK， 那我们就烫。呀。好，豆芽烫好喽，就稍微烫一烫就好了。对，不可以过熟哈。对，过熟就不够脆。我的鸡蛋也好了，然后要切那个豆腐。摊主说，以前这个豆腐是条状的。哦，一条一条的。对，一条一条的，是，所以我们就把它切一条一条。漂亮。韭菜，好，切韭菜喽。好。然后我们再把那个酸干切一切，然后最后再切鸡蛋。OK， 好，你看多么漂亮，它的蛋谁煮的啊？谁煮的？我。完美。好，我们已经准备了这个果叶。哦，对。可以吗？你还记得怎么整吗？啊，我记得。就这样转了之后，然后把这个折上来。哦。竹签。完美耶。谢谢。所以我们的这个果叶碗做好了，而且呢，我们现在万事俱备了哈。OK， 现在我们可以把它煮在一起，然后就还原我们的古早味米香。是的，米粉。哇，可以装很多米粉呢。豆芽，韭菜，豆腐。哇，那鸡蛋才2片而已啊。好了。汤汁不可以放太多，因为我们现在是用果叶包的。如果汤汁放太多的话，它就会流出来。是，因为它没有办法完全很密合这样。对。OK， 好，酸干，还有三包，一个3包。耶，完成了我们的古早味米香。现在我们是用串签来当筷子，但我们把酸干挤一下就可以吃了。OK。终于完成了古早味小贩版本的妞娘米香 ，yes， 很有感觉。对，我也是这样觉得。赶快尝一尝。
如果汤汁可以多一点比较好，可是又不可以多，你看它在滴。虽然这个汤汁在不停的流，但是浸泡过汤汁的米粉味道还是很足的，而且那个伦巴炒得很好，我们磨得很好。其实还有椰浆，椰浆是我们自己用手去把它榨出来的，所以那个味道可能会比较好。握住这个果叶包的米香，我就觉得很有古早味了。对，所以这几天下来哦，寻找古早味啊，还原古早味啊，感觉如何？我个人其实蛮享受这个过程，很多那个做法，就好像我们用batu giling啊，是真的可以勾起我小时候，我妈妈跟我说怎么握那个batu giling，怎么磨，所以整个过程对你来说是回忆满满的。对。我相信古早味对很多人来说也是有很多不同的回忆，而且这样一份古早味米香，它的味道是酸酸甜甜，带一点辣，感觉就是将华人啦、马来人啦，还有印度人的各个不同种族的口味融在一起，这呢是一种甘崩的情怀，而这种情怀对我来说就是古早味。Cheers。